小米今天呢，终于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 Room Tour 了。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就是租的，像平常会工作的地方。那我所以待在这边的时间非常长。那时候挑这个地方是因为就是我很喜欢这里整个装潢啊、采光等等，所以我等下就会一间一间帮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整个家里的环境。好，那现在你看到这个地方是就是门进来的玄关处，然后我们把行李箱通常会放在这边。这是刚买那个，因为我们过几天要去 LA 买的那个行李袋，然后还有雨伞啊、鞋子啊，然后这边是鞋柜，噔噔噔噔，这是我们的鞋柜，然后比较多是我的鞋，然后 P 先生就是那个本来有3层，然后越来越少，被我赶到上面去，鞋柜快被我霸占了。那我平常就是会比较常穿鞋会放在这，然后其他有一些会放在另外一个柜子，等一下再带你们去看。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全身镜，因为它刚好在出门前玄关的地方，然后我就可以每天这样子检查一下仪容再出门。这超大片的，我跟 B 先生一起照都 OK 的大小。再来我们往里面走，然后这里房东的装潢设计其实比较有点是开放式空间的，所以他会把餐厅、客厅跟工作室都是有个开放性空间。那我先介绍这一间，这一间呢，刚收到的包裹，先移到旁边去。这个拉门很特别哦，它不是完全隔起来的，它是可以这样打开的。这样，哎呀，里面有东西，哎，你过来这里。然后有个玄机，这边有个柜子，这我坐进来才发现，它有一个角落的收纳柜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然后我把我其他的鞋子放在这里，哎，你不知道我把鞋子放在这里，因为我鞋子后来发现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把我鞋盒哦。对，我就把多的鞋子放在这里，看一下，一整排。私房钱也可以藏在这里。好，这个拉门通进去是工作室，那我们你要打开看看吗？可是现在会卡住，我们就先进去看工作室。走。噔噔，那这一间就是我平常拍片的地方，然后因为这边有光线进来，所以我平常就是这样对着窗户，然后在这边拍片。那后面呢，就是我之前分享过彩妆收纳的柜子，就是我的唇彩啊、彩妆啊都放在这个柜子里。好处就是它比较不会进灰尘，然后收纳空间也蛮大的。然后外面摆出来的空间，我就拿来放一些装饰品，像蜡烛啊，然后是一些品牌的公关礼盒等等。然后可以进来了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衣架就是我会放一些我最近可能新买的衣服，准备要拍穿搭的，或者是有时候拍穿搭影片的时候，就会先把它放在这边搭配。然后这个是拍片的一些器具，脚架啊，然后灯啊。然后这个柜子是我最近才刚从外面搬进来，因为有时候公关品有一些东西比较杂乱，所以我就会先放在这边。然后我拍完之后，我就可以拿来慢慢试用这样，所以就是会放一些彩妆保养。然后还有我的空场的垃圾桶也放在这边，篮子，还有一个耳环的收纳架，这个在淘宝买的。那我们刚刚外面不是有个拉门吗？这就是那个鞋柜，然后那个拉门其实是可以这样把它推开的，所以如果今天我没有放这个衣架的话，它其实是整个视觉空间会是整个连在一起，不会有种很多墙壁的感觉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它这种可以开放，然后也可以隔间起来的设计。然后这个呢，其实是一个衣柜，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要拍片的话，其实这间可以拿来当做客房之类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还好我平常有整理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会把一些彩妆，就是准备要二手拍啊，或者是要备用的东西，然后旅行组什么，反正就会放在这个里面。但是如果没有放这些东西，就可以拿来当衣柜。上面是二手拍的东西。对啊，就是我们年终会再举办一个，然后我想说分享这个。这个是我最近在用的扩香，因为我觉得它好可爱，它是那个 Innisfree 的扩香，然后它的扩香烛是一个球球的，这味道是淡淡的花香，有一点点就是不是那种很腻的味道，我最近比较喜欢清新的味道。好，啊这间还有这里，然后这边是我平常化妆的区块，然后这边会放比较常用的一些彩妆备品，然后右边这一块呢就是我的准备区，我会把很多近期新品啊，我要试用的什么都放在这边。然后我想跟你们分享的这个，我最近刚买的这个架子，然后我就拿来放一些常用的彩盘，然后还有这个是可以放饰品的一个小盘子，我觉得它的质感还蛮好的，这个很可爱。
然后我就是会把一些有时候你知道最近常在戴的，我就会放在这里，然后再做替换这样子。所以这边就是一些彩妆区。好，这间差不多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往外移动，这边也有一个收纳柜，然后这边因为是大家进来会看到的区块，所以我就会放一些展示的东西，像这个，这是我们之前去环球影城买的那个小小冰爆米花虫，然后我们买了2只，超可爱的。然后这个是 Curry 的，哎，这是我们在哪里买的？泰国是不是？这是我的，我的好不好？恰租恰市集的买的那个画像，然后中间这边是一些奖牌，我的战机们没有啦，就是 YouTube 啊，还有 B 站跟匹克邦的奖牌。然后这个是上一次二手拍有一个女生画给我们大家的，她把我画的好美哦，本人没有这么美啦。然后再来这一区是香水，就是我平常出门前会这样喷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蜡烛，然后在下面这一层呢就是常看的书，就我会看完放在这，可是我最近在看的会放在床头边。然后下面这排就是那个也是泰国买的那个，然后这是 LeBron 跟 Kobe， 但是因为我比较 Kobe 被挡住了，Kobe 被挡住了。但因为我对他们两个比较没有兴趣，所以我私心就把 Curry 放在上面，他们两个就只能待在楼下。哎，这两个那个球迷不要打我这样。然后最下面我放了那个扫地机器人，因为就是懒得自己扫的时候，就让他自己在家里跑来跑去，我觉得这还蛮方便，就会越来越懒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我们往外走。再来客厅的区块呢，就是我私心最喜欢这间房子的地方，因为它的采光非常的好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位置刚好算是靠近河堤，所以那个光线不会被其他的房子挡住。那时候我第一眼就是看到这间房子的时候，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采光。然后像我平常就会在前面的窗台或是这个桌子上拍一些单品啊，或者是彩妆保养的东西，然后我会放，就是这个也是最近买的，我把一些那个新闻稿的资料夹放在里面，然后还有一些小装饰品，就是让这边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单调。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新买的这台电视，这个是 LG 的，好像55寸吧。然后这个其实是房东推荐给我们的，我们买了之后觉得它的 CP 值很高，因为遥控器很好用，它遥控器有点像那个那叫什么滑鼠的感觉，所以很好操控。然后荧幕什么，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。好，我好像在推销电视，但不重要，只是跟你们分享最近新买的这台。然后再来这边就是有一整排的大柜子，这里有时候我也会坐在这个地方拍片。你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白背景的话，我就是站在这个地方拍照或是拍片。然后里面就是这个，我可以不要打开吗？默默，很乱呢。还好吧。这边就是放一些杂物，像我们吃的，对啊，零食啊，然后是3C 设备啊，生活用品啊，什么药品啊等等，反正就是桌游。哦，对，娱乐用品啊，反正就会放在里面，所以就是收纳空间其实还蛮大的。然后再来这边就是沙发区，这沙发很长，这沙发长到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那边睡觉，你看，它比我身高还高哎。可以直接这样睡吗？哎呀，然后这样坐在这看电视就是很废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沙发我也蛮喜欢的。好，然后再来往后呢，它其实是没有隔间的，这边就是厨房区，它是一个 L 型的厨房，然后这边有我之前分享过那个 IKEA 的水瓶，然后就会买水装进去。但是其实我们还蛮少下厨的，因为就是很懒得整理，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厨艺，所以顶多就是可能煎个牛排、煮个面之类的，或是有朋友来的时候才会用。所以其实我们不常用这个，都是朋友来煮。对对对，朋友来就说，哎，你会什么料理？然后我们就去买，然后请他们下厨这样。到底是多懒？然后这边就是琉璃台啊，它其实收纳空间很多，这边根本装不完。就是如果家里很常会煮饭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喜欢这边的收纳空间。然后这边是不重要，垃圾桶跟回收桶，还有冰箱。好，那在这区呢，就是我们平常工作的地方。这个桌子非常的长，然后长到就是可以2个人坐在这边，就是并排。然后平常就是我会在这边工作用电脑，然后 P 先生会坐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个位置还有个好处就是，它其实是可以直接看到电视的，所以有时候就是你知道，如果开了电视可能会不小心分心。然
然后再来这边就是也有一个，这边也有一个桌子，但这个桌子比较少用，有时候就会放一些杂物之类，可是它也是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的。反正就是工作的区域，我觉得也很宽敞。然后我后面这边呢就是阳台，然后现在有晾衣服，给你们瞄一眼，就是一个可以晒衣服、洗衣机的阳台。然后还有我们的洗衣篮，这个之前在淘宝买，这个也好可爱，就把它放在这边。好。然后往里面走，这边是第一间厕所。这间厕所它是干湿分离的，就是里面洗澡水不会喷出来。然后我在讲什么废话？然后这边有洗手台啊、大面的镜子跟马桶。然后这一间呢，因为他平常会洗澡，所以我会基本上不太会放一些保养品什么在这边，因为我怕潮湿。但是我只有放扩香跟那个就是一个香氛。你知道这个喷我为什么放在这吗？因为就是如果大便然后有味道的话，其实可以喷。那你是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个存在，对，我就把它放在这边。好，这间其实就是我弄得蛮干净的。然后要看里面吗？不用吧。里面不就是？对啊，就是一个洗澡的地方。好。再来这间呢，这间就是卧室。然后你们应该觉得很熟悉，是因为我前阵子发了衣柜收纳的影片，就是有带大家看，我们有这边有一个衣柜，然后等下右边有个衣柜，等下拍给你们看。然后这边是双人床，这个是那个 Costco 买的毯子，Costco 对，这个我觉得很好用，因为它很大一条，然后也可以放在沙发。再来这边一整排呢，就是拉门式的衣柜，然后这个衣柜呢，我之前有分享过。衣柜收纳，我把影片放在上面，你们可以就是再点进去，有兴趣的话。然后这边就是我在淘宝买了一个小桌子，然后这是你最近在看的书，还有我们昨天买的 Zara， 就是放在这边。我房间不太会堆东西，因为我怕会有一些那个尘螨啊，或者是灰尘什么，我怕会过敏，所以房间也是常常几乎是净空的状态。然后我平常就是如果在睡前，我就会翻书，所以我就把一些最近看的书放在这边，但我不会只放一本，因为有时候就会看当天的心情，我就会放很多本书在这边。现在有点越堆越多的趋势。那最后一个空间呢，就是这边。这一间呢，就是另外一个卫浴，那这个是不能洗澡的，可是它用了一个很棒的收纳空间，看得到吗？我要进去，对啊。那这个收纳空间就是可以放很多保养品在里头。那我之前也有拍过我的那个浴室的保养收纳，我把详细影片放在上面，你们可以再去看，因为我有分享过一间一间的。然后这边的外面呢，就是放一些常用的卸妆啊、清洁用品，就放在这块。那这边我很喜欢的是，因为这个镜子啊，它这个门可以这样子打开，然后我就可以去照我的侧面。它这个设计后脑勺，对，后脑勺。你不是有时候这样抓头发啊，或者是绑头发啊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去看那个头发有没有弄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聪明的。那这间厕所虽然小，可是我平常就是习惯，早上跟晚上的保养都会在这边，然后吹头发什么也都在这边。下面也有个收纳空间，这个收纳空间我是拿来放一些发品，就是什么绑头发的啊、发蜡啊、电棒啊等等，就放在下面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的 Room Tour， 希望你们就是敲我很久的人看了会很开心、很满意这样子。那这一间目前住下来，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就是不管是采光啊，或者是装潢，因为它整体都是白色的，就是非常合我的口味。那真的要说缺点嘛，可能就是有时候地板因为是浅色的，比较容易就是有点脏就会发现，但其他整体我个人都还蛮喜欢的。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看完这影片想问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别忘了喜欢这边的话，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点这边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